大荧幕放映台湾电影《幸福路上》，现场坐满叙利亚儿童。土耳其台湾中心官网上抛出小朋友拿着爆米花、果汁，一脸满足的照片，强调这是文化部补助案的成果，促进台湾和国际交流。2022年6、7月，文化部补助100万，让台湾中心举办18场电影放映，却被踢爆报账有问题。He was preparing receipt to show that we rent the place, we rent the sound system, and send it to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But in reality, we have the chairs in the center for free. We have the screen in the center for free. And the only payment that we did is the popcorn. We bought the popcorn from outside and we deliver for children and juice. It was they were talking in Taiwanese because the children didn't like and cannot stay there. So just put the movies.Take pictures and take videos that you are showing these movies, and then we were changing it to Tom and Jerry, for example. 台湾中心前专案经理瓦力爆料，幸福路上只播出10分钟，用来拍宣传照，他并指控执行长裘振宇福报请款。三立团队独家取得结案报告，2022年台湾动画电影嘉年华计划总预算破234万，获文化部补助100万，核销细项罗列出6部电影版权费、翻译字幕等约42万多元，餐食、场地布置、租借音响、清洁消毒等共约74万多元。瓦力指出，土耳其方面开出的并非正式收据，其中爆米花和饮料的7万多元，这张还是他写的。I give to Cho. So Cho just sign whatever he wants. He just like this is the price code. This is my name here. Oh, okay. You see? Okay. Cho use this paper to cheat the people in Taiwan and tell that this is receipt. But here in Turkey, you cannot show. Like if you show it to the government, this one, they will not do anything. 瓦力拿出土耳其官方认证样式的收据，包含店家地址、电话、商品类型、数量都得标示明确。Real receipt from like your government system. So here it's right the seller name, okay? The seller name and his address. So for example, Taiwan Center here. 根据文化部统计资料，从2021年至今，补助裘振宇4次活动，包含电影播映、动画艺术节、视觉艺术展等，总计400万元。瓦力出示简讯，指2021年台湾电影照亮土叙边境的活动，裘振宇就交代他做账，要他开出2张6万里拉和1张9万里拉的收据，他当时也照办了。遭前同事指控疑似使用假收据请款，裘振宇透过文字回应，相信同事会把资料整理好，一一核对有什么假账问题，并请土耳其会计师到台湾中心确认协会账目。但除了向文化部请款的单据出现疑点，台湾中心由外交部出资协助的工程也一再延宕。2023年，时任部长吴钊燮还曾因此尴尬被询。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第一次补助、第二次补助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来核销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完工，也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在等待。外交部2期60万美元补助，2018年第1期补助40万美元建造台湾中心，2021年第2期补助20万美元装修4个工作间，作为妇女职训场地。遗憾的是，有很多人需要帮忙，可是我帮不了这些人，我先帮小朋友。可是要怎么帮小朋友？要先帮妈妈，妈妈有工作，小朋友就有饭吃。这是裘振宇在官网上的宣誓，但4个妇女职训工作间盖了3年，到2024年末都还未完工。台湾捐赠的单位都在这边，这4个招牌上面有4个单位，但事实上里面都还没有完全盖好，而且楼上都是空的。放眼望去，只有白板、基本木板桌，一旁铁梯虽然通往2楼，但还没装修完，和计划中的纺织职训所相差甚远。2023年2月，我驻土耳其代表处要求裘振宇说明妇女职训计划和人事费用超支。1个月后，他回函以当地薪资调升、通货膨胀作为理由，驻土代表处再度去函，认为仍有交代不清之处。他的工程大概只有完成了一间这个工作坊的装修，住处也一直跟市政府反映，那希望能够就是说监督，能够赶上进度。那不过后来呢，就是说这个执行的裘先生，
他其实后来有表达，就是说他有说明了这个计划延宕就是落后的原因。一方面，除了说当时还算是疫情刚尾声结束的时候，所以其实在当地来讲的话，比如说缺工、缺料、缺电，然后加上当地的行政效率。所以他说，实际上很多执行的部分呢，其实真的是有落后。如果他长期就在土耳其，他所认识的地方政府，可能也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在地方上从台湾来的大善人。确实也有可能是他有人设包装。我相信这个，如果说有所谓挂羊头卖狗肉，或者是拿了补助却没有好好的来针对补助上面的事项来做进行，我觉得不只是行政院、文化部。然后外交部必须要追查这些合作的补助或者是经费的流向，它等于是利用了政府以及我们台湾民众的爱心。公部门补助原本期盼和民间协力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但台湾 Can Help 美意是否被扭曲，就怕有心人。